长梨小姐疑似有点暗恋阿飘了吧？很多人说长梨看阿飘的眼神都拉丝了，那何止是拉丝了呀？仔细一看，你会发现她与正独处的时候，眼睛的高光在狠狠地泛起涟漪。欢迎收看明朝细节盘点第11期长梨篇，这里是西安 UP 主播乐的。众所周知，长梨在传达信息时喜欢弯弯绕绕，主线中精细的邀约谜题就是出自他的手笔，而他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时也是非常的含蓄内敛。比如这里与阿飘同行时，他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只是在想，这样算不算同看雪后山呢？”这句话原文是：“遥知独听灯前雨，转意同看雪后山”，是古人为了婉转地表达自己对知己的深厚情谊与不舍所创作的诗句。所以说长梨小姐仗着根本没啥文化，就对着阿飘偷偷说一些不得了的话是吧？您就是隔壁用俄语偷偷表白的艾丽同学？あなたにとってはご褒美でしょ？あら、違うの？いえ、ご褒美です。どりゃみんな当然。当我们通过了长梨的剧情后，会弹出一个成就，叫古路无形客。原文后半句是古路无形客，寒山独见君。本意是在这孤寂的古路寒山中，能与我的挚友互诉衷肠，实在是太欣慰了。此外，故事的结尾，长梨邀请我们将那盘未完的棋局一起下完。据说这盘棋是现实中著名的长生劫，黑子和白子两两纠缠，循环往复，不分胜负，于是会一直相伴着走下去，直到世界的尽頭。这含蓄的表达，简直就像是月色真美一样。月？本当、月綺麗。好，发完癫了，接下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剧情中的有趣小细节吧。第一，阿飘和长梨见面时，这里会有3个选项让你选，其中第1和第2个可以触发一个憨憨的动作模组。这是明朝第一杀手，你敢和他对视10秒吗？第2，我们和残行会对峙的时候，有一段音效非常的整蛊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教育宣传片。不要！第3，阿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发廊总监托尼老师，他可以随时更换自己的发型，这是马皇后同款，这是剑心同款。第4，阿飘和小短梨见面的时候会做一个单膝下跪的动作，印象中这是第1次见这个动作模组吧？太亚萨西了，阿飘！此刻我只想说一句，我愿意。第5，从长梨的介绍中，我们得知他头上的这只鸟是用他自己高于常人的体温孵化出来的。而在与小短梨同行的剧情中，这棵树上有个鸟巢，不同于其他鸟巢的是，这里面没有鸟蛋，所以说长梨孵的蛋有可能是从这里掏的吗？第6，长梨身上的饰品可以说是从小戴到大，比如这个头花，长短梨是同一个款式，还有当你把外套烧掉之后，身后的这个蝴蝶结也是同款。第7，众所周知，每个角色都有3个待机动作，但长梨还有一个隐藏的动作是没有写进档案里的。这里我们只需要平按一下，然后不要动，等一会儿它就会触发了。第8，我们都知道长梨的被动叠起来之后会有衣服灼烧的效果，但其实4层被动还不是最烧的。这里我们只需要使用技能进入心眼状态，就可以看到连同发饰还有头发末端的羽毛也都烧了起来。第9，长梨的大世界能力非常强，不仅飞天爽，战斗爽，其实挖矿也很爽，他只需要一个平 A 就能挖矿了。技能更是小无妄者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将拥护你成为新一代黄金矿工。不是跟萌不跟视频啊，实在是游戏太好玩了，才没赶上卡池更新的第1波热度。但比起追热度，我还是会尽可能以保障视频质量为先的。如果觉得还行的话，点个关注吧。那么这里是不乐德，你也可以叫我阿布，希望下次还能被你刷到。